现象级统治从荧幕霸主到商业起点，追风者110轮重播创行业神话，收视峰值9日破1，6日冲 1.5 的反熵增奇迹，彻底颠覆影视生命周期定律。当传统剧集陷入首播即巅峰的魔咒，王一博以重播均播超首播的恐怖曲线，书写了内容价值的全新范式。这不是简单的粉丝经济，而是国民级演员与时代情绪的深度共振。港媒《东方日报》的锐评揭开更深层真相，梁朝伟撑起艺术高度，王一博引爆商业核爆。影院85排5座的生日密码，97排7座的出生年份暗语，让观影仪式蜕变为文化图腾。当万物可爱的旋律在13、14分的特别场响起，粉丝用数据重构消费逻辑，全国应援场单日预售破1000万，证明真正的顶流能改写行业规则。跨界黑洞，27岁的全维度人生样本，13岁孤身闯韩拿下 YG 全 I 评级，17岁出道即改写乐华命运，23岁凭无名提名金鸡，这仅是序幕。赛车手、滑板推广大使、泰利奖探险家兼20体验者，他的身份扩张速度让物理学家困惑，如何在24小时内完成48小时的智能转换？商业宇宙的重力井效应，香菜杯72小时售罄5万只，快消品行业新计量单位一博等于5万单，高射战场降维打击。Mugler、植村秀的6大全球代言单日 GMV 破亿，文旅和暴击，泰国因追风者未播先火，当地旅行社紧急上线追风取景地路线，温柔革命，顶流光环下的赤子密码，巴黎风中凌乱的卷发，机场被安保人墙环绕时那句抱歉占用公共资源，在顶流王座与少年星星间切换的撕裂感，恰是他最锋利的铠甲。纪录片探索心境，揭晓真相。攀越海拔5000米雪山时，他背着20公斤设备，坚持自拍 vlog， 想让摩托姐姐看见真实的探险。这种去神性的坦诚构筑了内娱最独特的粉丝契约。上海电影节红毯上，他指着暴雨中应援的粉丝对保安说：“请给他们送伞。”无名重映现场发现残疾粉丝，立即协调影院开设无障碍专场。当行业沉迷数据造假，王一博用警力调度道歉事件证明，真正的顶流从不在云端，而在人间烟火处俯身。未来预言重构内娱价值坐标的孤勇者。28岁生日前夕，一组数据震动投资界。王一博关联公司参投的科幻电影《苍穹未映》先融3亿，影视基金说明书将其列为抗风险核心资产。这揭示更宏大的叙事，从表演者到产业规则制定者的跃迁。学者用王一博悖论形容他的统治力。当同行在方位战中内耗，他让长空之王片尾的歼20实拍镜头成为国防教育素材。当流量明星困于数据虚荣，他把微博生日话题28亿阅读量转化为公益图书角实体。当市场追逐短贷快钱，他与代言的汽车品牌联合研发明星定制安全系统或专利认证。这就是王一博法则。顶流不是数据泡沫的狂欢，而是将个人势能转化为社会增量价值的通道。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他证明星光可照亮更辽阔的疆域。从赛车道到扶贫路，从摄影棚到联合国讲台，27岁的身体里住着8辈子的灵魂，却依然为路边一朵野花驻足。破圈不是目的，打破认知枷锁才是。我当时见王一博，我能够想象他扮成那个年代的民国的一个茫然中的一个战乱中的一个无依无靠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角色，我觉得他是适合的，所以其实很快就确定了。对，当然你说的很对，他这个演员的挑选确实是一个玄学，就是有时候很难说得清。对，我综艺也没有看过他的表演，但是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是我大概肯定是知道这个名字，因为他有足够的这个热度嘛，我肯定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他长什么样，他做过什么，我是没有概念的。因为我之前所有的电影的演员的年龄段其实都还是偏向更成年人一点的。对，我其实没有拍过
特别年轻的演员，所以我对更年轻的演员其实是特别缺乏了解的。所以当然我又需要这样一个演员，我当时就他们提供了啊，有谁。我后来看我说，哎，这个形象好，我可以试试。然后我也不认识他，就我身边也没有人认识他，然后我就给黄磊打电话。黄磊说可以啊，帮你联系。然后可能过了，然后隔天也就在楼上在工作室见了以后，他也没什么话，就还挺沉默的，不是像想象中那种。因为当然我也很难想象，我都是通过一些误导过的一些去想象嘛。但是我发现跟那完全不太一样，还挺沉稳的一个小伙子。我觉得在他沉默的基础之上，我们确实可以去叠加很多的东西赋予他。对，我们可以通过训练，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拍摄去赋予他更多的东西。如果他已经是很聒噪的很兴奋的那种状态，有时候我会觉得，哎，很难去匡正什么。我们可以赋予什么，但是我们很难去匡正什么，这是我的经验啊。所以我当时也就跟王一博见了一面，大概也就我忘了，大概2个小时或者再多一点，就决定了。我说可以的，我们可以来一起做这个事儿。他也觉得啊，好啊。觉得王一博的体力的极限是他可以拍4条或者5条就打不动了。因为太那个对体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练过拳击这种训练，确实太辛苦了。它表面上你说只是打拳，但是它其实涉及到你身体的每一肌肉群的运动，是非常累的。王一博每天晚上大概最多可能打过5条，最后用的是倒数第2条。对，他也就演员很辛苦，又白打1条，你看。比较甜蜜的东西，这一点我会比较清醒吧。我觉得他们现在对我的亲昵是多半都是因为一博吧。啊，是吗？对。与其说是一种反差，不如说是一种误解。就如同我们现在在电影放映之前，我们也很难去接受或者去理解演得这么好的一个王一博，他为什么把戏演得这么好。对，其实作为我来说，我也一直在，这个并不是初衷，但是我觉得它最终会负载到我们的创作中，就是其实我们通过创作本身，我们会揭示一种真相。这种真相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电影里所要去揭示的故事的叙事的人性的真相，甚至于包括一个现场的真相，一个演艺圈的真相给大家。我相信当大家走进电影院看完《无名》之后，能够渐渐地接受到这些东西。